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0月6号。今天晚上呢，给大家呢加播一期节目。为什么今天晚上要加播这一期节目呢？因为呢，明天呢，在全美50个州都会发起一个声援川普、要求美国大选公平的一个示威游行活动。那么我今天晚上来加做这期节目呢，主要是希望所有美国各个城市的支持川普的民众，你们明天呢，如果有时间呢，能够参加这个机会，我们支持川普。我们要求美国大选要保持一个公平、公正的透明，我们需要一个公平的选举，我们无所谓谁担任总统，我们需要的是美国它的民主法治能在一个公平透明的这个制度下能够举行。所以说我今天加播这个节目呢，我会在我的这个节目的留言区置顶放上呢这个明天全美各州各大城市举行支持川普游行集会的链接，那么朋友们可以点击这个链接，找到你们所在的州、所在的城市。如果你有时间，你可以去参与这个活动。我们需要美国在本次大选中给人民一个公平的交代。那么就在今天，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叫阿利托，他发布了一个临时的命令。他这个临时命令就明确要求宾夕法尼亚对选举日，也就是在11月3号。宾夕法尼亚州法律规定的3号晚上8点之后所投选的各种选票，对这些选票要进行隔离存放，也就是这些选票是无效选票，是不可以计入到大选的有效选票中去的。因为现在这个作弊呢，美国本次选举里面出现越来越多让你不可思议的事情。根据美国布莱特巴特新闻网的消息，由公众利益法律基金会，他已经向宾夕法尼亚的法院呢提起了诉讼。这个诉讼就是指出，宾夕法尼亚参加本轮大选这个选民名单上至少有21000人是死人。根据2020年总统选举委员会所公布的这个宾州他注册的选民登记来看，已经有21000人是已经死掉的人，但是这些人仍然被登记为选民，仍然参与了投票。所以说这个公益集团公众利益法律基金会，他就向宾州的法院提起了对宾州政府的诉讼，也就是诉讼宾州政府未能根据联邦和州法律及时确认选民他们个人的登记身份。看到这个诉讼你就吓了一大跳。这个诉讼的原告上面写道，截至2020年10月7号，至少有9212个注册人已经死亡5年以上，至少有1990个注册人已经死亡了10年以上，另外还有190个注册的选民，他们已经死亡了20年以上。那么这个21000个已经死亡的人已经全部被登记为选民，并且他们的选票已经出现在选票箱里面。所以说这个问题是十分严重的。难道全美就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州出现了这个2万多死人的投票吗？别的州就没有吗？所以现在这个选举舞弊的事情就越来越多。我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已经谈到了有这么一个作弊的软件，就是这个软件你把它输入以后，随你输入是川普的名字还是输入拜登的名字，最终这个软件认定的都是拜登的名字。而且这个软件绝不仅仅是在密歇根州使用，是在全美一共有30个州使用。这30个州里面，重点是包括了这几个摇摆州，也就是这几个摇摆州本来川普总统都是大幅领先的，后来出现的选票呢，就基本上全部翻蓝了。因此这30个州，尤其是摇摆州选用这个软件的重点的摇摆州就在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明里苏达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乔治亚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目前来讲，这几个州是选票争论的重点，也是摇摆州最主要需要确认票仓的最终的统计结果。那么现在这几个州都出现了大量的这个软件，那么这个软件哪来的呢？根据网上有网友介绍，说是这个软件呢是 Nancy Pelosi 的公司所生产的。如果是Nancy Pelosi 公司所生产的，那你就一点都不奇怪了，那就说明民主党早就知道这个结果，早就做了局啊。为什么拜登他在1个月前曾经说过他太太11月3号就成为第一夫人了？原来我们看到这个推文都以为是拜登蠢，其实人家拜登暗地里面早就准备了秘密武器啊。为什么Nancy Pelosi在上个礼拜就说，不管你们大选怎么选，随你们选的投票结果是什么，明年1月20号拜登都必然要到白宫去当总统的。原来Nancy早就准备好了。所以说这种舞弊的出现，它本身就是通过高科技、通过软件来锁定的，也就是这个软件你输入川普的票、输入拜登的票，最终都算是拜登的。它只要核算一个百分比就行了，在摇摆州里面它算好，只要还有多少票拜登就领先了，然后到这时候按照这个百分比，他把这个软件上面一改设计，然后下面进来的票，所有的票通通都继承拜登的，因为川普也是拜登的，拜登还是拜登的嘛。当这个票数已经达到足够领先了，然后这个软件就停下来了，
因此也就是说，混在这个里面大量的选票，你现在已经分不清哪些选票是已经由川普继为拜登，还是川普本身是继为川普。因为一开始他是继为川普的，当他感觉到拜登落后了，要想超上去，他就调整这个软件了。因为软件设计大家都知道，在软件里面随便去改动一下它的程序，马上就会另外一种读写结果嘛。所以说这种大规模的舞弊出现，就让人们对本年度的大选这种不公平产生了极大的质疑。这也是明天为什么美国有50个州，每个州的主要城市都会发起声援川普总统、支持川普总统，并且要求美国最高法院、要求美国的政府、美国的公众集团都来调查这个大选舞弊的问题。美国是一个民主法治非常完善和健全的国家，绝不允许这种舞弊的事件在美国出现。很多人都不承认有什么舞弊啊，说是不可能有舞弊啊。其实有没有舞弊，证明舞弊是非常容易的。大家可以看到，共和党在美国的参院选举和众院选举全部都获胜了。那么你想没想过，同样一张选票，这张选票上既有选择总统，也有选择参议院，也有选择众议院。那么作为一个共和党的选民或者一个民主党的选民，他可不可能他在他自己的选票上选参议院、选众议院选的是本党的，而选总统会选个别人呢？共和党的选民有没有可能把选票投给自己心目中的那个参议院的参议员，投给自己心目中的那个众议院的众议员，而总统他反而去写个拜登呢？共和党的选民会不会这样做？就像民主党的选民，他会不会在填写民主党选举，他选参议院、选众议院选的都是民主党，而选总统他不写拜登，他会去选川普呢？有没有可能呢？这种符不符合逻辑？这种选票有没有可能出现？这完全不可能吧。所以说，在共和党已经赢得2院的情况下，拜登居然现在有7000多万票，是超过了美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总统选举的票。那么从这个逻辑上，你觉得能够接受吗？因为绝大部分的选民是投选了共和党的参议院和共和党的众议院啊。参议院和众议院现在选举的结果就证明了，现在参议院是多数啊，共和党不但1席未丢，还多争取了7个席位啊。目前还有一部分州目前还没有选出来，也就是共和党无论在参议院、在众议院，他们都已经获得了大大的胜利。那么他们获得了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胜利，怎么会获得了总统的失败呢？你觉得这个逻辑能讲得通吗？其实完全可以计算一下，就是关键要有这个准确的数字，也就是每个州你选择议员、选择参议员和选择众议员，你最起码有一个最低当选的数字。我们完全可以把共和党在每个州你参议员当选的最低数字和众议员在你这个州当选的最低数字，把这个数字乘上你参议员和众议员的总数，然后把这2个数字一相加，相加的数字，川普总统的得票是不应该低于这个数字的，低于这个数字就不正常。那么拜登显然也是这样，把民主党的参议员和民主党的众议员他们在本州获得当选的最低数字，把它加起来乘上去以后，这个总数拜登的总得票数应该跟这个数字相符。如果拜登现在得票数的数字和这个数字里面有1%的误差是可以的，如果拜登数字是大大于领先这个数字，那100%有人造假了。所以说通过参众2院投选的这个数字，根据这个数字就能计算出总统大选可以得出的数字。很简单嘛，共和党的这个选民肯定是选共和党的参议员、众议员，选共和党的总统；民主党的选民肯定是选民主党的众议员、参议员，选民主党的总统。所以说这种情况，我们根据这个逻辑分析，根据这个数字推断，都完全可以做到。现在关键就是要取得这个权威数字。因此来讲，解开美国今年大选是否舞弊这个谜一点都不难，而且现在已经有大量的事实放在面前。这需要什么？这需要每个州都把这些犯罪事实把它报送到最高法院，最终由最高法院大法官来确定。拜登现在从账面上获得的这个7000多万支持他的数字，这个数字公布出来，没有人质疑。但是这个数字怎么产生的？显然很多人都会有质疑嘛。拜登真的像民主党宣传的，像左派媒体宣传的，选民们那么拥护吗？如果选民们那么拥护，那么为什么在众议院选举和参议院选举，民主党会丢掉那么多席位呢？而人家共和党参议院1席未丢，众议院还多增加了7席。尤其最典型的是新泽西州，原来有一个民主党的议员叫杰夫，杰夫呢是在众议院弹劾川普总统时候呢，他是投了反对票的，因为他投了反对票，就引起了民主党所有的人员大佬们对他的众怒，因此他被本党记恨的。后来他在投了川普总统以后，他本人就转为共和党了。那么今年正好他要换届选举，所以说民主党是花了重金要把他选下去的，最终他成功连任了。从这一点就可以证明，选民们是认可他们这个议员的。选民们既然能认可他这个议员，选民们难道在选举之后能够共和党的选民能认可这个议员，难道不能认可他们自己共和党推出来的总统川普吗？
所以说没有这种大量邮寄的选票，就没有这种作弊的可能。而且我们看到有大量的选票都在选举截止时间之后再送进来的，因此来讲，这些邮寄选票可以讲很多都是作假和有作弊的嫌疑的。但是媒体是不报道的，左派的媒体一律不报道。可以讲，美国今天毁坏，美国的制度崩溃，美国的道德产生滑坡，都是因为什么？都是因为美国的媒体现在掌握的这个信息寡头手上，他们控制这个媒体以后，现在的媒体已经不控制在人民手上。左派控制了所有的美国的主流媒体，包括社交媒体，这些媒体一律站在川普的对立面，他们颠倒是非，他们颠倒黑白，他们一直在去抹黑川普，把川普描绘成一个恶魔。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在媒体已经失去公正的情况下，美国所以滑落得非常快啊。2016年川普总统第一次跟希拉里竞争的时候，当时美国的媒体基本上都是支持希拉里的，支持希拉里的报纸有229家，支持希拉里的刊物就是各种周刊有130多家，所有美国的电视新闻网，美国的3大电视网，美国的3大报媒，美国的3大新闻网，以及美国社交媒体的3巨头，就是谷歌公司、推特公司和脸书公司，都是清一色的支持希拉里，反对川普。当时支持川普的媒体只有9家，而到今年到2020年大选，连支持川普的9家媒体都不到了。所以在全美国的媒体都在反对川普的情况下，川普这么几年治国是靠推特治国啊，但是现在连推特公司都把它删掉，都不允许他发推特。作为美国第4权力的媒体，由谁来制衡啊？因为当媒体没人制衡的时候，人民最后的权利就是永强了啊。所以说人民明天就会上街，人民就会举行他们的集会。我们看到很多州已经爆发了大规模的这个反对舞弊的这种集会。已经表达了人民的心声。如果最终媒体和美国的政党他们欺骗愚弄了美国人民，那美国人民最终是会用枪来保卫他们的自由，保卫他们自己的合法政府的。唯独悲伤的是川普，可以讲川普这么几年来就拿1块钱的工资，川普呕心沥血为美国人民付出，他做出了无数的重大贡献，他自己还被别人这么黑，在无数的如潮般的群众对他的欢呼支持下，最终他的选票反而被那个从地下室里面冒出来的拜登大幅超过。所以说川普是很悲伤的，而作为现在现任总统，川普又不能过分的叫屈，因此在最近最新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面，没有一个政治人物站在川普的身边，唯一陪伴他的是他一如既往平静的女儿伊万卡。所以说看到川普总统和伊万卡的这张照片，你就可以知道他的女儿在支持他，人民在支持他。我相信川普必胜，我相信人民会要一个公平的选举，我相信美国的法律最终一定还本次大选一个公道。好，今天这个短的视频这个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谢谢大家。只要有条件的朋友们，明天都参与到你们的州，参与到你们所在的城市去支持川普，因为我们需要发出我们的呐喊，通过我们的声音支持川普，支持公平，支持美国迎来一个公平的选举。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谢谢大家。